我们稍微的这节课稍微讲一下这个山水画中竹子的画法。这个我们在山水画中呢，竹子呢是和这个花鸟画中的竹子画法不一样的，因为在山水中，这个竹子啊只是作为点景的来用，所以说这个画的竹子比较简略，有的是直接撇出这个叶子就可以。也是啊，画竹子叶子的时候，也是我们分个字点和介字点两种。个字点，介字点这两种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山水中用的时候啊，比如画丛竹，就是一大丛竹子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有时候就不用画竹干，就直接把那个叶子画出来就可以。比如说这是一组竹丛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画出这个竹子叶子来。我们画的时候也是啊，三一组，5个一组啊，这么去组合，是这样的。他就不用画这个竹竿，就这样代表这是一丛竹子。还有呢，是一种是向上的啊，向上的竹叶，比如说也是在这个南方啊，水边或者画漓江题材的时候啊，我们会用到这个竹子。会用到竹子。我们向上画的时候和向下的是一样的啊，也是分个字点、介字点。比较简略啊，我们就是画山水画的时候，这个竹子画的比较简略。就这样就可以。还有一种是，要是画这个远处的竹子的时候啊，就更加简略了，比如画远处水面的竹子啊，水边的竹子，我们可以稍微的用淡墨，轻轻的勾，然后也是用这个笔尖的部分，我们横着点一下，横着点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要画那个远处的比较模糊的这个珠子的时候，比较概括啊，比较概括。这也是我们要画这个水乡题材或者南方题材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。这种
比较简单，就是说，它因为是远处的竹子，不用就描写的那么详细。稍微的简略一点，比如说在这个水边的岸上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画这样的竹丛。这也是啊，我们要画这个，比如说画到这篱笆墙的外面，或者房子的外面，我们可以画这个竹子的时候，就是不用画的那么详细。我们染色的时候，就是整个染色的时候可以用吗？用花青加一些淡墨照染一下就可以。这就是丛竹，这样画。比较简略，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用到山水中的时候比较简略。这和花鸟是有区分的啊。要是花鸟中啊，这个竹子一定要画的交代的比较清楚，竹竿呀、竹叶呀、这个竹枝啊，一定要交代的特别清楚。但是要在山水中啊，它这个稍微的就要简略一点，直接的撇出这个竹子叶子就可以。然后有个疏密的关系就可以。这个竹竿啊，就是说稍微的，要是说我们在画这个山水画中时，稍微的了解一下竹竿怎么画。中锋，看啊，中锋它有个停顿，这是竹节的位置，这是竹节的位置。然后在竹节的位置可以长小的枝，在小枝上面我们再长叶子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画，这个竹竿的画法。因为这个不是这个在山水中不是这个竹子不是主要的题材，只是点缀，作为点缀的景物来画的，所以我们就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可以了。